道行排名10月新番开播表现，谁会是那个夯到爆的动画？久远的黄昏，男主因为事故成了蝙蝠侠被收养，顺理成章的喜欢上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姐姐，姐姐也很剧情需要的喜欢他。当男主在末世背景醒过来，遇到了和自己姐姐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要和他结婚啊 ！PA 的惯例，之前整挺好，然后奖励自己玩一把原创，看着还不错。就是这个又是机器人，又是精神与灵魂，又是幕后的神秘组织，让我的烂番雷达有一丢丢启动了。看在开播表现还不错，给个人上人先观望观望。职业同学观察日记，倒霉蛋男同学的观察日记，然后慢慢互生情愫，好吧也不慢，感觉第一集就涨了80%的好感了，鉴定为30%的工业糖精。但这个制作看着精致有点夸张，黄金工业糖精了，属于是给到人上人。无知英雄什么技能都毫无用处，这个名字看着很点，但内容其实也挺点的，但是看着还挺有意思的。男主没什么战斗类的技能，但是通过研究别人的技能释放逻辑，也用出来了相同甚至更强的技能，感觉后面就是他能用所有技能，有一种男枪西撞接格林机枪想要打出 BBQ 的美感。制作一般，但感觉会有点乐子。给个 NPC 恶食千金与狂血公爵，一个是喜欢吃魔物肉的千金，一个是能杀爆魔物的公爵，然后他们很成功的在第一集就看上了对方，可喜可贺 NPC 对我垂涎欲滴的非人少女。这动画在看的时候氛围上一直有一种泥泞感，你动不了只能下沉。剧情感觉没太多需要描述的地方，反正就是找个借口开始亲百合，画面差了一点点，但还可以吧，给个人上人值得追一追。差点在迷宫深处被信任伙伴杀掉，靠着天赐技能无限扭蛋获得等级9999的火，我要向前队友和世界展开复仇，给他们好看。你们一定也很期待我讲这个东西吧？这动画的第一集就是标题的前半段啊，主角在地面上抽不到好东西的原因啊，居然是魔力浓度不够。到了迷宫里面魔力浓度够了，疯狂抽 SSR。本来我觉得这动画就挺乏味的，直到我看动画的时候打开了我手游开始刷了起来，我改观了，这简直就是我啊。 NPC 演员广志午餐流派，别看千万别看，这 PPT 一样的画面，这 OPD 唐突的密值 3D 过于伟人了，直接放到拉完了。缩婆气，男主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家中长辈求了道和神，让附近的妖怪保护他。2集看下来更像是一部情节紧凑的夏目友人帐，画面算上乘可追，给个行。变身圣诞老人，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科学后总能在那么多作品里找到如此适合他们调性的这种疯疯癫癫的风格。男主穿上红色衣服会变成圣诞老人，而这个女主为了让男主变身，直接给了他一刀，以为衣服红了就能变身啊！只能说看到这里我有点没绷住，不过我愿意相信科学后，给个行。东岛丹三郎想要成为假面骑士，只能说不赖，假面骑士的粉丝应该会非常喜欢，如果是年纪有些大的粉丝，应该是非常能感同身受了。但我还是想说，一般人是锻炼不到那种打熊的程度的。凯奇我这种没看过假面骑士，看着也挺欢乐的，给个顶级。朋友的妹妹只喜欢烦我，本来呢看标题是一个桃子文，图一乐，给个 NPC 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离谱，你看这一段就知道了。不法侵入者、むしろ俺が呼んでやろうか。法廷で私に勝てるとでも。我要把这个动画给到顶级，间谍过家家第3季直接夯，这要啥有啥的动画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没有不给夯的理由，你永远可以相信间谍过家家。野生的大魔王出现了，内容就是标题，男主魂穿了一个大 boss， 还是娘化的路西法乐。不过有点意思的是，他想说的话和实际表达出来的是2个味道，男主还会在脑内自己吐槽，感觉是个很欢乐向的动画，给个 NPC 吧。不怎么看好穿越动画。魂界物语第2季，看画面好像是比第1季好了点，但总感觉福利画面变少了。看过魂界物语的继续看肯定没什么问题，没看过的估计得补一下第1季，不然根本不知道在讲啥。看在制作和第1季的份上，给个人上人。不动声色的博田与喜新欲色的太田，说实话这动画里的很多情节，确切点说这里面很多恶作剧，很多都已经严重到了可以算是欺负人的程度了。哪怕是搞笑动画，观感上也有些扭捏，给个 NPC 吧。不过我有预感，这个季度的群里会有很多这动画的表情包，队友太弱，所以贯彻辅助的宫廷魔法师惨遭流放，目的却是最强。好了，总之就是退队流吗？然后就是组建新队伍吗？但你能告诉我这种 PPT 动画演出是什么意思吗？真的拉完了，下一个新乱码1/2第2季。如果你是一个看了很多动画的人，那么我会非常推荐你看这个动画。如果你是一个入坑没多久，那么还是别看了。这个动画很多情节其实不是很适合现代人的胃，但如果你让老宅看又会非常喜欢，制作也挺棒的。你让我排那肯定给个顶级。末世2轮之旅，看着有
一点点黑暗的末世题材，但是应该没有少女周末旅行那么黑，整体上还挺欢乐的。第一集刚开始我还在想，不会是个旅游宣传片吧？但画面有点时好时坏，顶级肯定到不了给个人上人。数码宝贝 Beat Breaker， 数码宝贝的星座动画，看着有点时髦之拉满的感觉，角色设计感觉像在看游戏王。第一集反正就是和数码兽的相遇，看着还挺好玩的。但是有一点让我担心，男主在练架子鼓。众所周知啊，最近的这个动画只要组上乐队了，多多少少都有点多多少少。给个顶级，观望能不能到行。Service 英雄之声乐队啊，这不就来了吗 ？PV 欺诈 ，PV 欺诈！还记得这动画的 PV 里面只有5个人啊，他们在 PV 里直接藏掉了一个主角啊，能整出这活，再加上玩户使命，我觉得我愿意相信这动画了，给个行。总之先相信代码娘撸毛灰姑娘 Part 2，撸毛灰姑娘的质量肯定不用怀疑，直接给到顶级，看看能不能 make 赛马娘 great again， 届时肯定直接给他排到行啊！让我们相信 CY 人形机器人玛丽。好，你要问我为什么？那当然是因为东山奈央啊！我可是从小时候就喜欢东山奈央了。别管这动画有多离谱，有多降智，反正我已经很久没听过东山奈央作为主役配音的动画了。今天你们谁都拦不住我。转身后的我成了英雄的爸爸，精灵的女儿，叠桥妈萌，我无敌。你一定以为我要给这动画排在拉完了吧？哈哈，对的，这动画就是拉完了。一个异世界动画你能拍得这么敷衍，这么穷，演出全是 PPT 啊！小手指同学请别乱摸。哈哈 NPC 重点不是这个动画排在哪，而是这个动画是属于没法播的那一类，所以我的目的只是让它出现，让大家知道这个动画没法播，排在 NPC 呢，就是可以让这个动画在一堆路人动画里面泯然众人，让想看人知道已经开播了。3年最白银巴老师这个动画排在人上人就差不多了，其实和东岛丹三郎那个动画差不多，都是粉丝向的作品，属于是路人看的时候挺乐的，但粉丝看的话会有更多的乐子。弹珠汽水瓶里的千岁同学，本季度最能爆点的动画，相信大家一定在群里搬那张内裤可以随便让陌生人看到，但你是特殊的，所以现在还不行的截图雷的外酥你认了吧。但是我想说，这段话单拿出来看确实很怪，但这段话出现的场景其实更像是2个人在互相说骚话。说回动画制作还不错吧，光是画面给一个人上人完全没问题，但是作为动画第一集的观感来说，总归差点意思，上不到顶级。如果以后剧情表现不错的话，可以往上走。好了，这个季度的动画暂时评价就这些，你们这个季度追了哪些动画呢？或者说这个季度太差，再补什么动画吗？在评论区发吧。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